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IMF 嘅數據，英國今年可能成為唯一陷入衰退嘅主要經濟國。如果就咁睇 IMF 嘅預計，英國嘅經濟竟然比俾人制裁緊嘅俄羅斯仲要差，諗都諗唔到喎。Ring 等等，你今日係咪要唱衰英國啊？咁梗係唔係啦，我就自己好中意英國嘅。呢度咧係財經同埋經濟資訊平台啦，所以今次嘅影片咧單純以一個經濟嘅角度咧去分析資料。我哋嘅目標咧就喺有限嘅10幾分鐘嘅時間裏面，等大家咧得到更多嘅資訊去做參考。我哋係好鼓勵咧觀眾多啲留意 Ring is Here 平台以外嘅其他信息。記住啊，要保留我哋最寶貴嘅能力，就係獨立思考嘅能力啦。最近呢個抗議潮，大部分都係出於同一個原因。就係人工追唔上物價啦，大部分嘅人變相係減人工。咁究竟英國發生咩事呢？其實你哋如果住喺香港咧，可能冇留意到嘅。香港咧喺2022年咧嘅通脹率其實喺全世界嚟講咧係屬於好低㗎啦。不過我都知啦，你住喺香港嘅話，本身咧啲物價都貴，買咩都貴，有冇通脹都係貴㗎啦。不過撇除呢樣嘢唔講，其實咧2022年咧除咗香港之外，真係全球大部分嘅國家咧都經歷咗幾十年以嚟最高嘅通脹，而英國嘅通脹仲係講緊40年以嚟嘅高位。到依家佢哋嘅 CPI 仍然係 year on year 咧以雙位嘅數字去增長。譬如以英國嘅電費為例啦，如果你2022年咧一個月嘅電費係100磅嘅話咧，而你每一個月都係用同一樣嘅電量嘅話，喺2023年嘅1月咧，你嘅電費就已經變咗166磅啦，升幅係高達66%。的確喺市場上係真係揾唔到一間公司會幫你加薪66%。但係如果你想了解點解英國嘅通脹係咁犀利，亦都係一個一步咁長嘅故事。例如喺疫情期間啦，全球嘅好多嘅國家都做呢個量化寬鬆，印咗太多錢啦。咁另外呢個俄烏戰爭啦，同埋疫情嘅封控啦，亦都引發供應鏈同埋汽油啊、原油價格嘅上升。咁疫情期間嘅減息同埋量化寬鬆咧，亦都刺激咗佢哋嘅房屋價格咧係大幅上升，仲有食品啦、消費品啦等等嘅所有成本咧都係升到好誇張。但係對於英國嘅核心通脹問題咧，我諗到嘅就係 Brexit 脫歐。其實喺2016年咧做呢個公投嗰一日咧，結果公佈嗰日，我記得咧我自己仲喺銀行做嘢㗎。咁喺我個 team 裏面咧有3個嘅英國人嘅，咁幾個人咧就口水戰一番啦，即係你投咩咁啦。咁其中一個人咧係投咗脫歐嘅。咁對於我哋成班啊喺呢個資本主義系統之下工作嘅金融人嚟講咧，其實可以話好多人即係成條 team 啦，都好多人話好 shocking 嘅，真係點解佢會投支持走咧？咁當時呢個同事就講咗一句：英國真係太多移民啦。咁當年點解英國要脫歐呢？當然啦，原因又係好多同埋複雜嘅，但係咧有3個嘅關鍵因素。冇錯，第一個主要嘅原因咧就係想阻止啲移民去湧入啦。歐盟之下咧，其實其他國家嘅歐洲公民咧可以自由咁樣喺英國生活同埋做嘢嘅。咁當時咧有大量嘅東歐工人咧就湧入，而呢啲工人主要係從事一啲低技術嘅工作啦。咁當時咧同英國本土嘅同行相比咧，佢哋嘅人工係低好多。譬如喺2019年嚟講啦，英國嘅建築工人啊 local 嘅人工咧，可能比起東歐入嚟嗰啲工人咧高成20-30%。咁所以咧變咗好多人有怨氣，就有呢個諗法就係話啲移民咧搶咗我哋好多工作，亦都咧壓低晒我哋啲工資。除咗東歐移民咧，英國亦都接收咗好多嚟自非洲啊同埋阿拉伯國家嘅非法移民啦。咁你咁多人湧入嚟，咁當時就好多嗰啲英國人就會覺得，哇！你咁多移民對我哋嘅公共服務啊、醫療啊同埋住屋咪有好大嘅壓力咯。另外一個原因咧就係英國嗰陣時好多人想維護所謂嘅自主嘅能力。嗰陣時咧好多歐盟嘅法律咧對英國現有嘅法律咧佢影響力咧都被好多人指責，即係覺得咧，喂，點解我哋英國嘅法律要成日咧就翻嚟個歐盟法咧？咁我講一個比較出名嘅例子啊，就係 Bendy Banana。咁咧呢個係講條彎咗嘅香蕉。咁喺90年代咧，歐盟當時就提出一個好搞嘢嘅法規啊，佢就話啦，喺歐盟區內啊，所有要賣嘅生果同埋蔬菜，包括埋香蕉，都要有特定嘅形狀同埋特定嘅標準。咁雖然咧嗰個法規就聲稱係為咗減少呢個食物廢物啦，但係當時咧英國嘅媒體反應係非常之大，佢哋認為啦，就一條香蕉你都要咧規定埋我點樣種條香蕉有幾彎個彎度，佢哋覺得係一個好嚴重嘅官僚僵化嘅機制。咁喺脫歐之前啊，呢條香蕉咧就係成日俾人喺個網上面啊，或者係攞嚟出嚟示威。另外一個重要原因咧就係經濟獨立性同
同埋主權性啦。喺脫歐之前，英國就對呢個歐盟成員國嘅政治同埋經濟利益咧係非常之不滿啦。咁所謂嘅歐洲三大國，英國、法國、德國其實咧都不斷咁樣喺歐盟裏面咧貢獻咗好多呢啲金錢啊、款項啊。好多英國人咧嗰陣時就認為，我哋用呢啲錢啊幫國內提供福利唔係仲好咩？點解要不斷咁樣喺度交俾歐盟呢？而呢啲最終嘅利益同埋錢咧，好多時都會落喺一啲喺歐盟區裏面經濟力量比較弱嘅國家，譬如加利亞、羅馬尼亞、克羅地亞，咁佢就覺得唔公平啦。當然啦，如果你喺當時候嘅情況，你一定係覺得真係益人不如益自己啦。咁但係依家調翻轉頭嚟諗，可能呢啲咁嘅貢獻啊、利益，可能其實又唔係真係咁多喎。咁會唔會其實依家睇翻起留喺歐盟對英國更加有利呢？公投咧就已經過咗7年啦，亦都轉咗4個 PM。咁最新嘅調查顯示咧，英國嘅公眾情緒咧係180度轉向嘅，當中只有19% 嘅人咧仍然係強烈認為咧脫歐係啱嘅事，最少有54% 咧對脫歐咧有唔同程度嘅否定。當然啦，我呢度就唔係話呢54% 嘅人咧想翻去歐盟，但係咧佢哋真係的確有後悔嘅。如果你問我要用一個 term 去概括脫歐對英國最主要嘅經濟影響咧，我可以話就係同歐盟嘅貿易咧大幅減少。英國原本咧脫歐係諗住脫咗歐之後咧，佢哋可以更加自由咁樣進行呢個貿易談判啦，令到佢哋嘅經濟變得更加強大。但係結果就係咧脫歐實際上咧帶嚟更多嘅經濟損失。如果你睇翻呢個 trade to GDP ratio 啊，即係貿易同 GDP 比率啦，呢個比率係講緊一個國家嘅出口同埋進口咧，同佢哋嘅 GDP 嘅比率係佔幾多咧？係用嚟咧衡量呢個貿易對一個國家整體經濟產出嘅貢獻程度。英國最新嘅數字係57。亦都係跌到去10年嘅低位。你哋會見到啦，喺2020年咧，英國正式脫歐嘅時候，好明顯見到英國無論係 EU 定係對非 EU 嘅出口咧，都係大幅下滑。咁呢度亦都可以見到好明顯脫歐係一個轉捩點，因為咧之前呢兩個趨勢咧都係維持上升嘅，但係咧一去到脫歐之後咧就大幅下跌啦。同樣咧可以見到2020年咧，佢哋嘅入口係跌到去低位。以往咧英國主要係由歐盟嘅國家進口比較多嘅，依家咧啱啱相反，佢哋由非歐盟嘅國家嘅進口咧係越嚟越多，但係英國咧入口一啲非歐盟嘅貨品咧就會涉及更高嘅成本啦。而對我嚟講，呢個亦都係引致英國通脹咧大幅上升嘅致命傷。總括嚟講，脫歐咧對英國產生一個好大嘅經濟上面嘅影響，呢個就係英國失去咗同歐盟貿易合作嘅好處啦。另外，倫敦作為全球金融中心嘅地位咧，好似都受到影響。呢個脫歐之後咧，一啲金融機構咧已經將某一啲部門咧轉到去歐洲，包括 JP Morgan 啊、Goldman Sachs 啊、Citi 啊、美銀啊同埋 Barclays。咁 Citi 咧已經將佢喺歐洲嘅總部咧由倫敦移到去愛爾蘭啦。Barclays 都一樣將佢嘅歐洲業務咧轉到去呢個愛爾蘭嗰度做。大家咧可能諗都諗唔到，有一個國家咧成為呢個英國脫歐嘅最大受惠國，就係咧公司稅先得12.5% 嘅愛爾蘭。喺脫咗歐之後咧，愛爾蘭成為喺歐盟區裏面咧唯一用英語嘅國家，亦都係唯一一個咧同英國陸地有接壤嘅國家。咁受惠於呢個地緣啦，同埋呢個語言上面嘅優勢啦，而好多嘅英國公司其實都希望喺歐盟區裏面咧保持翻佢哋應有嘅商業活動，同埋發展歐洲業務嘅。所以好多嘅公司就將佢哋某啲部門或者甚至係成個總部咧移到去愛爾蘭，就好似頭先我講嘅 Barclays 同埋 Citi 啦。而脫咗歐之後，愛爾蘭同埋英國之間嘅貿易關係咧，咁唔多唔少都會受到影響啦。所以愛爾蘭咧就轉向咧，反而係推動翻佢同其他歐盟成員嘅貿易，目的咧就係想減少翻佢哋對英國市場嘅依賴。睇翻愛爾蘭嘅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啦，自從呢個英國嘅公投之後咧，大幅升咗59%。相比起咧，英國喺同期咧，佢嘅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咧，即係上升咗13%。我去翻咧，大家最關心嘅問題就係英國嘅經濟會點樣呢？咁老實講，過去嘅數字咧係唔一定代表將來未來嘅表現嘅。咁剛才嘅我俾你哋嘅數字咧，只不過係歷史上面嘅一個 fact 啦。咁未來係咪真係一定跟住咧過去嘅歷史數字走咧？咁就唔一定嘅。而喺啱啱頭先我俾嘅出入口嘅數字咧，其實當時候係正值呢個肺炎期間啦。其實好多嘅國家咧喺嗰段時間都係表現唔好噶啦，唔單止英國嘅。
嘅。咁所以咧，大家咧喺睇呢個數字嘅時候，要自己咧調節翻呢個數字去反映翻疫情咧對英國當時候嘅影響。而的確咧，我亦都見到英國嘅貿易數字亦都係慢慢回升翻。而最新公布嘅英國2月份嘅綜合 PMI 咧，亦都比預期做得好好多喎。由上個月本身仲係喺萎縮嘅數字48.5咧，大升到去53。喺 PMI 咧就睇翻呢個50呢個分界線，如果喺50以上咧，即係代表經濟進入擴張期；喺50以下咧，就係呢個萎縮期。而 Barclays 喺2月份咧對英國嘅本地嘅中小企嘅一個調查啦，都顯示41% 嘅企業咧，其實對佢嘅前景開始充滿信心啦。呢個信心指數係創9個月嘅新高。另一方面，大家都要留意啦，英國嘅央行咧仍然有可能喺3月份咧繼續將呢個利率上調去到4.25%，繼續去要做呢個打通脹嘅工作啦。但係初步顯示咧，依家嘅消費信心亦都喺10年嘅低位裏面咧開始反彈㗎啦。公平啲咁睇啦，倫敦亦都冇因為咧 Brexit 咧受到影響，繼續成為世界金融中心排名嘅第1位，打贏咗紐約同埋新加坡同埋其他主要嘅歐洲城市，包括巴黎啊、法蘭克福。咁由呢個投資嘅角度嚟睇啦，其實投資者可能應該要趁翻呢個經濟蕭條期咧，去做翻一個長線嘅投資啦，買翻呢一啲已經大跌咗嘅資產。當然啦，投資之前要自己做好功課，做估值啊，睇翻公司嘅財務數據啊，同埋呢個年報等等啦。咁我呢個豬變成專業投資者嘅課程裏面咧，亦都有詳細教導咧好多唔同嘅投資嘅知識噶啦。咁如果你哋有興趣，都可以 click 下面嘅連結咧睇一睇。咁除咗用傳統嘅 GDP 嘅數字咧嚟睇呢個國家嘅經濟之外咧，一個國家嘅佢哋嘅 reserves 啊，即係儲備持有量咧，都可以用作咧係睇一睇佢哋嘅財富指標係有幾勁嘅。因為呢個儲備係代表一個國家為咗支持佢哋嘅經濟同埋金融體系咧而持有嘅資產嘅數量。而家睇翻英國嘅儲備咧，全球係排行第18，仍然係世界上咧經濟同埋金融實力最強嘅國家之一。而對我嚟講，英國作為喺呢個2次世界大戰之前已經發展咗嘅國家咧嚟講，英國啊，無論喺呢個資源啦、市場上面啦，或者係全球嘅政治啦、經濟交易秩序啦，或者係甚至一啲金融嘅規則等等，其實對呢啲咧2戰之前已經發展咗嘅國家咧係非常之有利。咁呢度咧真係太多資料，有機會咧我都想做一條咧有關戰前戰後嘅經濟影片咧，同你哋分享多少少唔同嘅資料啦。咁整體嚟講咧，我就唔會話英國係會破產或者係沒落嘅。不過呢個脫歐呢一條路咧，真係加重咗佢哋自身經濟嘅打擊，所以英國政府自己嘅政策手段咧，其實先係解決呢場危機嘅重要關鍵。留言話俾我聽，如果你係可以參加英國公投嘅話，你認為英國係退出歐盟好啲啊，定係留喺歐盟好啲咧？咁我都知我有一啲英國嘅觀眾嘅，咁你認為咧？脫歐之後，其實英國係變好咗啊，定係變差咗呢？好，今日咧我就分享到呢度啦。如果你中意呢段影片咧，記得跟翻個 like、留言、share 同埋訂閱。訂閱嘅時候記得 click 翻個 long， 因為冇 long 咧就未必會通知你有新片噶啦。好，下次再見，拜拜。